我们一直都以为沙漠永远干旱少雨，黄沙漫天才是它永恒的模样。可就在6月20日，一幕颠覆所有人认知的画面，真实发生在了我国最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。曾经滴水难求的干旱南疆，天降倾盆大雨，凶猛洪水席卷沙漠公路，这片死亡之海接连迎来2轮猛烈洪水，一次比一次汹涌。看着黄沙与洪水交融的画面，小编心里满是感慨，大自然的变化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猝不及防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根据中国天气网权威监测数据显示，6月20日当天，新疆和田遭遇历史性强降雨，仅3个小时，当地累计降雨量就达到了53.8毫米。或许大家对这个数字没有直观感受，我们对比常年气候数据就能明白，和田常年全年平均降水量只有47.8毫米，也就是说，这片常年干旱的土地只用短短3小时就落下了足足1整年的雨水，其中1小时最大降雨量达到34.3毫米，直接打破了当地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。和田本身地处塔里木盆地深处，南靠昆仑山，北临天山，地形封闭，常年水汽难以进入，这里年降水量不足50毫米，可蒸发量却高达2000多毫米，自古以来就是极度干旱的区域。因此，当地民居修建之初，只需要做好防风防沙的设计，从来不用考虑防雨防洪。这场突如其来的特大暴雨，直接让不少居民屋内漏水，变成了水帘洞，短时间巨量降水无法快速下渗，雨水快速汇聚形成山洪，灾害影响也是肉眼可见。土河高速嘎湿线路段被洪水漫灌，路面堆满淤泥，整条高速公路直接阻断通行。湍急的洪水顺着山谷奔流而下，路面积水深度没过小腿，车辆行驶在路面上如同行船一般艰难，不少牧民损失惨重，户外放牧的羊群被突发洪水冲走，辛苦照料的牲畜一夜之间蒙受损失。短短1天之内，干旱沙漠彻底变了模样，漫天黄沙遇上汹涌洪水，两种极致场景同时出现，视觉冲击格外强烈。险情发生之后，人民子弟兵第一时间奔赴南疆抗洪一线，当地公安、路政工作人员也连夜开展抢险作业。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，多名自驾摩旅游客半路遭遇山洪，山路水流湍急如同小型瀑布，不少车辆被困在高速路面，进退两难。现场积水浑浊湍急，游客站在积水中很难找到安全撤离的路线。面对被困群众和受阻道路，交警第一时间管控车流，疏导交通，调度大型货车挡水防护，帮助被困游客安全涉水通行。高速服务区全体工作人员全员在岗，携带大型清淤设备，连夜清理路面数百米淤泥。官方也紧急发布通报，公安部门快速处置路面险情，全力抢通阻断路段。在所有人连夜坚守之下，6月21日下午，受阻高速公路已经全面清淤完毕，顺利恢复正常通车。没有惊天动地的宣传，这群普通人默默坚守，在荒漠洪水之中守住了一方平安。很多人都会疑惑，常年干旱的南疆盆地到底为什么会降下这场100年难遇的特大暴雨？气象团队追踪水汽路径之后，找到了让人警醒的真相。这场极端暴雨从来不是偶然的天气波动，而是远距离水汽输送与本地地形共同作用的结果。本次降雨的核心水汽并非来自周边区域，而是跨越数千里，从遥远的阿拉伯海长途输送而来。携带海量水汽的气流一路途经巴基斯坦、印度，翻越连绵高耸的青藏高原雪山，最终抵达南疆塔里木盆地。与此同时，贝加尔湖冷涡持续南下，另一股东风水汽同步涌入盆地，两股原本不会在此相遇的水汽系统在沙漠上空精准碰撞，形成了威力极强的气象对流系统。除此之外，干旱区独有的对流云团也进一步加剧了降雨强度。专业气象监测显示，本次降雨由合并加强型中尺度对流云团引发，在双低涡环流背景下，云团会在降雨区域上空不断自我增强，降雨强度持续叠加，再加上春夏时节昆仑山、天山冰川持续消融，融雪水流叠加暴雨径流，最终形成了破坏力极强的山洪。气象部门也同步发布了后续预警，
未来1周，南疆区域依旧维持多雨天气，河谷、山谷、河道周边山洪风险居高不下。小编在这里也真心提醒所有身在南疆的朋友，尽量远离河道与低洼山谷地带，提高防汛意识，平安度过这段极端天气。很多人看完沙漠发洪水的画面，心里都有一个疑问：如今沙漠雨水越来越多，洪水一次次来袭，这片沉寂千年的荒漠会不会慢慢变成水草丰美的江南水乡？首先，我们先理清一个关键事实：塔克拉玛干沙漠发洪水从来不是今年才出现的个案，近些年来，沙漠洪水已经慢慢走向常态化。回顾历年公开真实灾情记录，2021年7月，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油田片区遭遇特大洪水，积水覆盖面积达到300多平方公里，油田道路堤坝被冲垮，电线杆倾斜倒伏，近50台勘探车辆、3万套作业设备全部被洪水淹没。2022年夏季，塔里木河干流及21条附属支流全部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，沙漠周边全域汛情严峻。放眼全球，同类极端天气也在同步发生。2023年，常年干旱的撒哈拉沙漠同样遭遇强风暴引发洪水，周边多座城市被洪水淹没。结合新疆本地防灾数据，2017年至2021年，新疆有明确记录的暴雨山洪灾害就超过了20次，足以看出干旱沙漠突发洪水早已不是罕见异象，而是全球气候变暖之下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现象。很多人误以为沙漠洪水只是单纯下雨导致，其实沙漠洪水是3重灾害叠加而来。第一就是极端短时强降雨，西北中低山区局地暴雨频发，短时降水远超土地下渗能力，快速形成地表径流。第二是春夏高温引发的冰川融水，新疆冰川储量占据全国44%，全球升温让冰川融化速度加快，河流水位暴涨，溢出河道灌入沙漠。第三是山体松动带来的次生灾害，长期干旱让山体土质坚硬松散，暴雨冲刷之后即引发泥石流、山体滑坡，进一步加重洪水灾情。而这一切异常现象的底层原因是科学界已经证实的西北暖湿化趋势。根据干旱区地理核心期刊长期监测数据，近几十年，我国西北地区降水量以每10年9.32毫米的速度持续上涨，气温同步逐年攀升。2023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上升1.45摄氏度，创下人类有关测试以来最热纪录。2024年全球高温纪录再度被刷新，持续升温让大气储水能力变强，水汽输送路径发生偏移。我国夏季降雨带整体持续向北移动。小编查阅中科院权威气象论文得知，早在2015年，我国科研团队就已经在国际期刊发布研究成果，全球变暖推动东亚夏季风雨带北移，北方整体降水持续增加，青海、甘肃中西部降水增速为每10年5.4毫米，新疆降水增速远超西北其他区域。气候带的移动彻底打破了西北1000年以来干旱少雨的固有气候规律。那么回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雨水越来越多，荒漠能不能变成塞上江南？答案其实很清楚，基本不可能实现。小编觉得，即便西北降雨持续增加，依旧无法复刻江南的湿润生态。首先从降水量级来看，西北新增的降雨量远远达不到江南常年丰沛的降水标准，两地降水总量差距悬殊。其次，西北先天地理短板无法改变，这片区域盆地封闭，光照极强，蒸发量居高不下，即便短期降下暴雨，水分依旧会快速蒸发，无法长期留存，形成稳定水系。江南湿润的河网，温润的气候，是千万年地理环境共同演化的结果。短短数十年的降水增加，无法改写先天地貌。更重要的是，增多的雨水从来不是温润绵绵的细雨，而是短时猛烈的极端暴雨。干旱土地长期缺水，土质锁水能力极差，暴雨无法滋养土壤，只会快速形成山洪、泥石流，带来地质灾害。温和降水才能改善生态，极端暴雨只会带来灾害，这也是西北变湿最残酷的真相。我们不必盲目幻想荒漠变绿洲的浪漫图景，更要读懂这场气候变化背后的警示。沙漠洪水不是馈赠，而是大自然发出的气候预警。地球原本稳定的气候系统正在被打破，极端高温、
极端暴雨、反常天灾开始在全球各地轮番出现。我们总觉得气候变化离普通人很遥远，可当黄沙漫天的沙漠开始洪水泛滥，当千年不变的气候规律被打破，我们必须明白，人与自然始终共生相依，敬畏自然、守护环境，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践行的日常。所以，这场发生在沙漠里的洪水是天灾，也是提醒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